神之大殿内，那神树王座上，楚风就坐在这里。且楚风登上这神树王座后，便有一颗种子一样的东西钻入了自己的丹田之中。此时那颗种子就与自己丹田内的9只雷霆巨兽身处同一个地方。这颗种子可不是寻常的东西，不仅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其中还蕴藏着不俗的天地能量。而楚风也是尝试了几次想要炼化这颗种子，但他最终却确定，只凭自己现在的力量是无法炼化这颗种子的。想不到这神树果子竟然如此的难以炼化。楚风此时也是颇感无奈，对于曾掌握过神树之力的他来说，自然是知道这神树种子的。楚风知道这神树种子是一件修炼至宝，而想要征服这件修炼至宝却也是非常之难。但是不知道为何，楚风根本就没有征服的过程。当他踏入这神树王座之后，那神树种子便直接进入了楚风体内，就好像早就认准了楚风一样。得到这神树种子是出奇的顺利的楚风都难以置信。在那一刻，楚风当真是高兴坏了，本以为自己的修为可以突飞猛进了，不过万万没有想到，虽然得到了神树种子，但却根本无法将其炼化。明明知道这神树种子蕴藏了极强的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可是却又领悟不到丝毫。但楚风是什么人？楚风这个人最不缺乏的便是毅力与耐心，所以他根本没有放弃，而是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思考，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炼化这颗神树种子，或者解读出这颗种子上面的符咒，看能不能领悟一些修武之道。可就在楚风还在思考的时候，这座大殿却开始剧烈的摇晃起来，并且这摇晃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反而远离越强烈，连他们这些修武者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怎么回事？这样的剧烈摇晃席卷了整个神之大殿，不仅仅是引得了楚风注意，那原本在10以内修炼的蛋台引剑、楚氏天族族长等人也都被唤醒了。紧接着，那虚空之上的10蚁都出现了裂痕，裂痕出现的那一刻，不仅10以内肉眼可见的天地能量开始消散，就连神之大殿内那浓郁的天地能量也是随之消散。眼见着10蚁已经失去了修炼的功效，蛋台引剑以及楚氏天族族长等人都是纷纷从那座椅10蚁之上飞落而下。蛋台大人，这是怎么了？此一时，众人都是纷纷来到蛋台引剑身旁询问。尽管蛋台引剑与楚氏天族族长都是尊者巅峰，并且众人能够进入此处，也全都是靠着楚风，可因为身份的差距，人们每次遇到问题都会第一时间求助蛋台引剑。毋庸置疑，蛋台引剑才是他们心中的主心骨。只是奈何，对于眼前这个局势，蛋台引剑也是一脸茫然，不知所措。是时间快要到了。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从其中一座10蚁之中飞掠而出，落在众人面前。那是血魔族族长。这气息，当是血魔族族长出现以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是血魔族族人面露狂喜之色，而除了是血魔族族人之外的人们，脸色则是变得难看起来。因为当时血魔族族长落地的那一刻，一股强大的气息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覆盖了这神之大殿。被那气息笼罩的同时，人们便感觉自己仿佛是被死亡所笼罩，那是一种强大到他们难以抗衡的力量。哪怕蛋台引剑的眼中也是涌现出了惊恐与不安。至尊境，此时此刻是血魔族族长所散发的气息，乃是一品至尊。他突破了！恭贺族长大人突破至尊境！一阵道贺的声音响起，是血魔族的众位族人也是齐刷刷的跪了地上。而不用是血魔族的族人说这句话，其实人们也是想到了这个结果，是血魔族族长在那10以内成功突破。怎么怕了？是血魔族族长笑眯眯地扫视着众人。怕？当然怕。之前同是尊者巅峰，有蛋台引剑和楚氏天族族长能够与这是血魔族族长抗衡，可现在这是血魔族族长已是成功突破到了至尊境，而蛋台引剑和楚氏天族族长明显还停留在尊者境，虽然只是1线之隔，可掌握的力量却已是天地之别。至尊境啊，在整个祖武星域都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远非尊者可比，更何况眼下是血魔族族长的眼神还如此的诡异，更是让人们感到不安。蛋台大人慌乱之下，众人还是将目光投向了他们的主心骨蛋台引剑。是血族长，我们如今可是联盟，莫非你是要破坏我们的关系不成？蛋台引剑问道。好一个联盟！倘若此时突破到至尊境的是你，你可还会遵守这个所谓的联盟？是血魔族族长问道。跪下！蛋台引剑话还没有说完，是血魔族族长便怒喝一声，紧接着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这一刻，除了楚氏天族以及是血魔族的族人外，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被那威压所控，齐刷刷的跪在了地上。是血族长，这样不妥吧？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楚氏族长，在场之中唯有你楚氏天族得到了老夫的尊重，不过这尊重不是你给的，所以你莫要插手，否则你楚氏天族也要遭殃。是血魔族族长说道。而听得此话，楚氏天族族长而已是眉头紧皱，他知道是血魔族族长并不是开玩笑的。至于你们这群小人，活着也是浪费天地能量，所以还是为你们祖先所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吧。是血魔族族长说完此话的时候，杀意也是涌现而出。感受到那浓浓的杀意之后，所有人都是心头一紧，觉得自己大难临头。前辈，所以是要撕破脸皮了吗？可谁曾想，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却是随之响起，是楚风。尽管神树王座已经碎裂，可楚风此刻仍坐在神树王座之上，只不过在他的手中还多出了一物，那是一把血红色的长剑。楚风面对至尊境的是血魔族族长，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反而整个人的状态都很是轻松。楚风小友，你我的盟友约定依旧作数，只不过我与这群废物可并不是盟友关系。是血魔族族长说道。既然你我是盟友，那我说话可有分量？楚风问道。当然。是血魔族族长说道。
那便继续和平共处下去。至少在这里的时候，不要开杀戒。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这群废物先前是如何对待你的？难道你忘记了吗？若是让他们平安离开此处，对你处世天族来说，可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以他们那卑劣的品性，肯定会报复你处世天族。是血魔族族长说道。我与他们的事情，我会自己解决，但一码归一码，我带他们进来，就应该带他们出去。楚风说道。真是愚钝啊！不过既然你都开这个口了，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反正老夫找他们麻烦，随时都可以。是血魔族族长说完此话，便收回了自己的威压，且对众人说道：废物们，听好了，今天起，你们都欠了楚风小友一条命，是他救了你们，多谢楚风少爷，多谢楚风少爷。而此一时，众人也是开始纷纷向楚风道谢，其他的不说，至少此时此刻的道谢，他们却是发自内心的。他们很能感觉到，先前是血魔族族长所释放出的杀意，可不是假的，那是真的打算杀掉他们。若不是楚风开口阻止，他们一定会死，谁都别想活，哪怕弹台引剑也要死。而对于纷纷向自己道谢的众人，楚风并没有理会，而是冲着是血魔族族长抱了抱拳，多谢前辈，给我楚风这个面子。说完此话，楚风便将手中的邪神剑收了起来。你刚刚那把破剑是怎么回事？张诗睿跳到楚风的身旁，一脸好奇地问道。不关你的事，楚风说道。张诗睿鄙视地看了楚风一眼，但倒也没有多问。其实许多人都注意到了楚风手中的那把邪神剑，但却并没有人去在意那把剑，最多也就是如张诗睿这样，心里有一点点好奇罢了。但那好奇也只是一点点而已。相比于神之大殿内的众人，倒是那个躲在暗处，通过湖面来观察一切的活死人更加好奇。你兄弟这把剑，你可了解？活死人问道。干嘛？王强问道。这把剑可不简单。活死人说道。既然你看得出来，那本小爷就大发慈悲告诉你，我兄弟这把剑名为邪神剑，它的威力连你都能灭掉。所以老东西，你对本小爷可以不客气，但我劝你一句，对我兄弟客气一点，否则别看他修为远不如你，但是他的手段会让你后悔莫及。王强说道。这么厉害，老夫好怕哦。活死人装出一副很恐惧的模样。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王强说道。好，听你这样一说，我更是迫不及待的想要见识一下你这兄弟的本事了。既然神之大殿的时间到了，便将他们召唤到此处吧。活死人说道。你要让他们进来了吗？王强问道。这是自然。怎么样，就要见到你兄弟了，是不是很开心？活死人问道。那是自然。王强一脸的贱笑，可别看他笑得如此高兴，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却是慌得不行。与这个活死人相处这么短时间以来，王强对这活死人也是有了一定了解。活死人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家伙，他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力量，强大到难以估量，是至今为止王强见过最强大的存在，同时也是最可怕的存在。并且别看着活死人现在和王强有说有笑，但王强却知道这活死人非常的危险，所以王强其实内心深处是不希望楚风进来的。只是王强却也知道，这接下来的事情都不是他能够决定的，所以他也不知道楚风进来对楚风而言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大殿之内摇晃得更为强烈，紧接着这神之大殿的墙壁竟然也是出现裂痕，人们都看得出来这座神之大殿就要彻底崩塌。时间到了，我们都将离开此处。楚世天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人们反而很是高兴，甚至希望立刻就离开此处。毕竟有是血魔族族长这样一个可怕的人物在这里，他们随时随地都会丢掉小命，没有什么比尽快离开这里更安全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将离开此处，而是只有弱小的人才会离开此处。如你们这种自私自利的废物们，注定见不到秦昆仑大人，更是无法得到真正的力量。是血魔族族长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想说秦昆仑大人真的活着，是他布置的层层障碍，这是他在对我们进行考验？有人胆大的好奇之人开口问道。我从一开始就说过这个问题，难道还需要我再强调一遍？是血魔族族长说道。听得此话，众人的内心变得复杂。本来他们一开始只觉得是血魔族族长是在说笑，根本就不相信秦昆仑还活着，可是到如今他却是有些信了。正因为有些信了，他们才有所不甘。秦昆仑还活着，还设置这重重考验，那么能够经受住最后考验的人便很有可能会得到秦昆仑的传承。但很明显他们都是没有通过考验的人，所以他们才会不甘。就在众人思考秦昆仑是否真的活着的时候，一道耀眼的光芒几乎同一时间在众人眼前出现。下一刻，周遭的一切都变成了白色，人们都是失去了自控的能力，能够感受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在推动着自己的身体，快速的移动着。不过这样的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久，很快那推动众人的力量便消散了，而人们的周围也不再是白色的光芒，他们已经回到了现实的世界之中，并且人们还能看到那遮天蔽日、巨大到令人心生敬意的虚空神树。只不过此时的人们都已经站在了虚空神树之外，并且他们再也无法进去了，因为眼下虚空神树的结界再度出现，将人们阻隔在外。发现自己已经从虚空神树内出来了之后，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观察周围，他们是在寻找是血魔族的族人，毕竟是血魔族对他们来说乃是致命的威胁。是血魔族的族人怎么一个都没有出来？可是观察之后，人们便发现当时在神之大殿内的人几乎都在这里了，但唯独是血魔族的族人全部都没有出现。不对，还有楚风小友他也不在。猛然间又有人惊呼一声，而仔细观察，人们发现果然楚风也没有在。难道说是血魔族族长说的是真的？秦昆仑大人真的还活着？那岂不是说他们现在已经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大人？此时不少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羡慕之色。可忽然之间，一阵飓风席卷开来，
覆盖了这方天地，而那飓风所卷来的方向乃是虚空神树。人们下意识的便将目光投向了虚空神树，想要一探究竟。可是这一看不要紧，所有人都是睁大了眼睛，甚至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虚空神树那巨大的叶子，此刻成片成片的飞落而下，如巨大的夜雨，横扫天际，最终落于大地。因为那叶子太多且太大，很快便覆盖了整片大地，一眼望去，无边无际，如叶子的海洋一般，倒也是颇为壮观。只是地表虽然壮观了，可那虚空之上的虚空神树却是看得人们内心一阵莫名的难过。此时那巨大的虚空神树竟然光秃秃的只剩下了树干，所有叶子一片都不剩，全部都掉了。正因如此，人们心中也都有了一个相同的疑问：为何好端端的虚空神树的叶子全部落下？不对，可是很快人们便发现，不仅叶子全部落了，虚空神树竟然也开始变得干枯，就像是失去了生命力一般。怎么会这样？虚空神树这是怎么了？见到这一幕，人们都吓坏了。毕竟虚空神树的力量他们都领教过了，身在虚空神树之内，他们都失去了通天彻地的本领，完全被虚空神树的力量玩弄于股掌之中。尤其是神之大殿那样浓郁的天地能量，实在少见，否则也不可能让是血魔族族长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破为至尊境的高手。只是如此强大的虚空神树，为何会忽然变成这个样子？这简直就跟快要毁灭了一般。难道说这样的修炼圣地就要就此毁灭了不成？难道说是血魔族捣的鬼？有人说道，不可能，他们哪里有这样的本事？然而这个说法刚刚提出，便遭到了人们的反驳。仔细一想，倒也的确不合理。是血魔族之中最厉害的族长，还是靠着虚空神树内的力量突破到的至尊境，他们哪里有这个本事能够让虚空神树毁灭？快看，虚空神树正在崩塌！忽然有人大喝一声，我的天，虚空神树竟然正在崩塌！下一刻，所有人都是满面惊色，目不转睛地盯着虚空神树。那巨大的虚空神树的确是在崩塌碎裂，而崩塌碎裂的部分则是化作气焰飘散于虚空之上。很快，那遮天蔽日的虚空神树便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难道说虚空神树真的就这样毁掉了？亲眼见到强大的虚空神树就此消失，人们内心震荡。若非地表之上还有着如海洋一般的落叶，人们怕是都不会相信自己先前所看到的一切。太可惜了，这样的修炼圣地不知会造福多少后辈。只是可惜后辈再也没有那样的机会了。此一时，在场的人们内心都是复杂的，那不仅仅是失落和难过，如此神圣之地就这样消失了，这对于所有修武者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就这样没了。可是芬儿呢？芬儿他在哪？相比于其他人，处世天族族长则是慌了，他根本来不及去想虚空神树为何会枯萎，为何会消失。此时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楚风在哪里。楚兄，你莫要太过担心，我们都是被虚空神树的力量推出来的。楚风小友没有被推出来，未必是坏事，毕竟他在虚空神树内经历了那么多。假如一切都是考验，那没有人比楚风小友经受的更多，也没有人比他更优秀。所以依我看，楚风小友此时很可能还在神之大殿内，搞不好会有更大的机缘等着他。蛋台引荐说道。蛋台大人，这么说来，虚空神树并未彻底消失，只是表面消失了。有人问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而事实上在祖武星域也发生过很多类似的事情，修炼圣地表面消失，可实际上却并未消失，只是隐藏了自己。蛋台引荐说道。真是希望虚空神树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了起来。众人纷纷感慨，尽管他们也觉得蛋台引荐说的很有道理，可毕竟亲眼看到虚空神树从鼎盛到枯萎，最终到消失，所以若要他们来理智判断的话，他们还是觉得虚空神树很可能已经毁灭了。至于楚风，若非要说的话，人们更愿意相信楚风是被是血魔族的族人抓走了。毕竟是血魔族对于虚空神树那样了解，他们虽然无法掌控虚空神树的力量，可从虚空神树内将楚风抓走，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楚氏族长是血魔族死而复生，而那是血魔族族长更是达到了至尊境，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必须立刻回到族内禀告此事，以作应对，便就此告辞了。楚氏族长，虚空神树此行，我们皆是收获不菲，而能有如此收获，都靠了楚风小友。楚风小友所做的一切，我们都会记得的。各方势力的人马纷纷来到楚氏天族族长生前告别，而在虚空神树内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再加上楚风现在生死不明，楚氏天族族长也没有心情继续招待他们，所以他们要走，倒是正合楚氏天族族长的心意。楚兄，真是抱歉，老夫管教无方，导致我族族人犯下了大错，我代表我族向你道歉。蛋台引荐带着蛋台天族的众人来到楚氏天族族长生前，对楚氏天族族长施以大礼。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毕竟犯错之人也付出了代价。楚氏天族族长说道。对，过去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来，老夫真心的希望过去的不愉快不要影响我们两族日后的相处。蛋台引荐满面诚恳的说道。听得此话，楚氏天族族长不由一愣，毕竟傻子都听得出来，蛋台引荐这是在求和。可是他可是蛋台引荐啊，他代表的可是蛋台天族啊，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存在，不是向来横行霸道的吗？今日为何忽然放下了高高在上的身段？明明经历了那样的不愉快，竟然还对自己如此友善，甚至主动表示想继续友好相处的想法。楚风，定然是楚风。短暂的惊讶之后，楚氏天族族长想到了原因，本来就是因为楚风，蛋台天族以及各方势力才远道而来的，而此次虚空神树内更是因为楚风，众人才能安然归来。楚风的天赋大家都看得清楚，但这一次大家看到的却不只是楚风的天赋，还有楚风的人品。这也难怪
在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大家还能够这样友善地对待楚氏天族。短暂的告别之后，各方势力的人马都离去了，唯有大千上界的人马还停留在这里，看着那虚空神树之前所在的方向，内心五味杂陈。毕竟对于其他人来说，只是消失了一个修炼圣地，但对于大千上界的修武者来说，消失的却是一个本属于他大千上界的神迹。当虚空神树还在的时候，人们不觉得什么，但当它消失后，人们才意识到它有多么的珍贵。从今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修炼圣地了。而对于后人来说，更加可悲，他们连见到虚空神树的机会都没有。对于那些后人来说，虚空神树将成为长辈口中的一个传说。族长大人，您说楚风会不会被是血魔族族人掠走了？楚轩正法来到楚氏天族族长身旁，他满面的焦急。毕竟对于楚风的担心和在意，他丝毫不比楚氏天族族长少。我倒是希望楚风他是被是血魔族族长掠走了，毕竟看起来是血魔族族长似乎并没有那么坏。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我也这样觉得。此次接触让我改变了对是血魔族的印象。族长大人，您是接触过当年的是血魔族的？当年的是血魔族真的是恶事做尽吗？”楚轩正法问道。当年的是血魔族，虽然名为魔族，可实际上从不做欺凌他人之事。相比于那些标榜自己为名门正派的势力，反倒是血魔族做过的正义之事更多。而传出是血魔族炼化他人来提升修为这件事，也是发生在大战开始之后。所以若要说当年是血魔族被冤枉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楚氏天族族长这番话乃是暗中传音的方式，毕竟这方星域还是由星域主界来主宰的。他若是当众说是血魔族当年可能是被陷害的，那也就等于是与星域主界作对了。爱若真是这样，那是血魔族与星域主界必然会有一场大战了。可现在灵狐天族也是蠢蠢欲动，当下的局势还真是不太平啊。楚轩正法发出了一声叹息，星域主界与灵狐天族的大战在所难免。等大战开启之后，定然会有多方势力加入这场战争，注定会遍布祖武星域，大千上界也是难以成为净土。楚轩正法是在担心楚氏天族卷入这场本来与自己无关的战争，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我们现在怎么办？”楚轩正法问道：“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这里等一等，也许能找到楚风的踪迹。”楚氏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我也想在这里等一下，我留下来陪您吧。”楚轩正法说道。楚氏天族族长看了楚轩正法一眼，按理来说，楚轩正法身为刑罚堂的人，身负重任，公务繁多，本不该在这里等候。可是看着楚轩正法那写满担忧的脸，楚氏天族族长则是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留下。楚风当然没有消失，同时他也没有被是血魔族的族人掳走。当众人被虚空神树的力量强行推出神之大殿的时候，他们也是离开了神之大殿。眼下楚风与是血魔族的所有族人同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不知为何地的地方，荒凉，不只是荒凉，还非常的诡异。这里的大地为漆黑之色，如墨染的一般，天空也是阴沉沉的。最主要的是，这周围的山川树木都是光秃秃的，而如这样的荒凉景象，一眼望去却是无边无际，看不到尽头，就宛如整个世界都是这个样子。身处这样的世界，让人感到压抑。但眼下楚风所关心的却不是眼前所在的地方，楚风在想一个问题。之前无论在黑暗之中，还是大殿之内，或者是丛林之中，楚风都能感受到虚空神树的气息。可就在刚刚，楚风感觉虚空神树的气息消散了，这种感觉让楚风觉得很是奇怪。所以楚风甚至不确定眼下他所在的这荒凉之地到底还是不是虚空神树之中。但相比于楚风，是血魔族族长以及众位族人都是非常的兴奋，毕竟这里才是他们最想来到的地方。楚风小友，果然你是秦昆仑大人所选中的人。是血魔族族长问道。前辈为何这样讲？楚风问道。除了我族人，你是唯一一个进入此处的，若不是秦昆仑大人允许，你不可能进入此处。是血魔族族长说道。那么你所谓的秦昆仑大人在何处？怎么还不现身？楚风问道。想要见到秦昆仑大人，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需要经过考验才行。是血魔族族长说道。你就这么想见我吗？是血魔族族长话音刚落，一道声音便忽然响起，紧接着一道暗黑色的结界门在众人面前浮现，而在那旋转的结界门内，人们能够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属下拜见大人。看到这个身影，是血魔族的众位族人赶忙跪在了地上。此时他们既兴奋又激动，但却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一下，充分表达了他们对秦昆仑至高无上的敬意。起来吧！那声音再度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自那黑色的漩涡之中走了出来。终于是血魔族的族人抬起头来，可是当他们看到眼前这个人之后，眼中却是涌现出了复杂之色，因为眼前这个人怎么看都不太像是那传说中的秦昆仑大人王强。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是楚风。楚风不可能认不出眼前的这个人，因为这个外貌那就是王强。只是楚风却不敢确认，毕竟先前他就曾见过王强，但是那个时候的王强却根本就不认识楚风。你在叫谁？王强一脸凝重地看着楚风，眼中满是陌生之色。你不是王强，那你到底是谁？见状，楚风不仅剑眉竖起，在其眼中还涌现出浓浓的敌意。我是谁？哈哈！一阵大笑响起，笑得非常狰狞，笑得非常疯狂，笑得让人厌恶。既然你这么想要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我就是你的兄弟王强。王强对楚风说道。且说完此话，王强的脸上那严肃的表情不仅消散，取而代之的是裂开了大嘴，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猥琐笑容。我擦，你个狗贼！这一刻，楚风恍然大悟，原来他是被骗了，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所熟悉的那个王强，绝对错不了。不对啊，你怎么不磕巴了？楚风问道。
谁说我不磕巴了？老子是想骗你，故意压制自己，让自己不磕巴的。可累死我了。王强说道。所以之前在虚空神树遇到的也是你，那个时候的你也是骗我的。楚风问道。之前那个不是我。王强说道。那是谁？楚风问道。这个回头再与你细说。王强说道。你到底是谁？而此时嗜血魔族族长则是有些不高兴了，他们一脸愤怒地盯着王强，大有一副非要讨个说法的架势。他知道秦昆仑大人不可能与楚风称兄道弟，所以眼前的这个人绝对不是秦昆仑大人，他们是被骗了。放肆！你们这群蠢货，胆敢与我这样说话！我乃秦昆仑的使者。王强说道。使者？就你连话都说不清楚的磕巴，你也配做秦昆仑大人的？呀！张诗睿开口辱骂王强，可话还没有说完，便趴在了地上。是王强释放了威压，将张诗睿压迫在了地上。而此时王强的威压，就连楚风都是感到惊叹。那威压乃是尊者巅峰。楚风知道以王强的天赋不可能不进步，但却没有想到王强进步的这么快。想想他努力了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冒了那么多风险，却只是一品尊者，但王强他现在却已是尊者巅峰，这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事实上惊叹的不只是楚风，就连是血魔族的众人也是一脸的吃惊，毕竟他们都看得出来王强乃是一个小辈，而一个小辈却拥有尊者巅峰的力量，这也未免太恐怖了一些。你到底是什么人？嗜血魔族族长问道，他的语气变得客气了不少。在这种地方出现王强这种修为的小辈，他也是不得不去认真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我不是说了，我是你们那秦昆仑大人的使者，还不快给我跪下！王强喝道。让我们跪下？你凭什么？张岩峰说道。凭什么？就凭他！王强说话间，手臂一抬，一块黑色的令牌便出现在了手中。看到那令牌，是血魔族族长先是一愣，随后竟真的跪在了地上。属下拜见使者大人。见状，张岩峰等人也是赶忙跪在了地上，他们竟然真的都在对王强施以参拜大礼。尽管不认识那令牌，但楚风却知道那应该是可以代表秦昆仑的令牌，否则是血魔族的族人不会这般。使者大人，先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还望使者大人见谅。是血魔族族长以那充满歉意的声音说道。没事，本使者可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你们先在这里跪着吧。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起来，谁要是敢起来，我就把那个小丫头给睡了。王强指着张诗睿说道。听得此话，张诗睿气得小脸通红，这什么狗屁使者，也太无耻了吧！遵命。可是对于王强这个无理的要求，是血魔族族长却是立刻应了下来。他不仅应了，他的声音之中仍旧充满了敬意。给我好好跪着。没我的命令，不许起来，否则老子说话算话，说睡你就睡你。王强指着张诗睿大声说道。张诗睿气得咬牙切齿，两个小拳头都是在袖中握紧了。不仅是他，张岩峰和张博弈也同样气得不轻，但是碍于王强的身份，他们却只能强忍着，根本不敢反驳。来，兄弟，咱们两个好好聊聊。随后王强来到楚风身前，将手臂搭在了楚风的肩膀之上，一跃而起，便向远处飞掠而去。当他落下的时候，他们二人已是远离是血魔族的众人，落到了一片丛林之中。这丛林很是诡异，树木与大地一样，皆是黑色墨染一般的黑，并且这里丛林中的所有树木上面一片叶子也没有，都是光秃秃的树干，而树枝如利刃一般，非常的尖锐，就好像是无数把利剑拼成的一般。可别看这丛林很是诡异，可在这丛林之中却有着一座湖泊，湖泊不是很大，但湖水却非常清澈。这样的湖泊很美，美地与周围这荒凉且诡异的景色格格不入。来尝尝，这可是好东西啊！王强说话间，便直接把手放到湖中，抓着湖水喝了起来。见状，楚风也是走了过来，与王强一样，直接用手去抓那湖水，就这样喝了起来。这湖水竟蕴藏着天地能量，楚风的眼中涌现出意外的惊喜。这湖水不仅甘甜可口，其中的确蕴藏着天地能量，而那天地能量隐藏得极深，若不是将这湖水喝入口中，连楚风也看不出来，这湖水竟然是修炼真品。这里的好东西可多着呢，不过可惜啊，兄弟，你怕是不能在此久留了。王强说道。这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秦昆仑真的活着？先前在虚空神树内与我们相遇的是秦昆仑吗？还有你这修为是在此处修炼而得？楚风问道。别提了，我这修为可不像是你那是凭自己的本事修炼来的，光明正大，令人敬畏，而我这根本就不是凭借自己的本事修炼来的，而是别人强行灌入的。王强说道。强行灌入？听的这个词，楚风顿时脸色大变，一种不好的感觉自心底而生。修武一途不是没有靠他人的力量来提升修为的，强行灌输修为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可是他人强行灌输修为的时候，被灌输修为之人则会承受巨大的痛苦，那可是生不如死的折磨。而灌入的修为越强，痛苦也是越大，并且对以后的修炼也会有着巨大的影响。简单的说，假如这个人天赋异禀，凭借自己修炼，他可以成为至尊境的高手，只是修炼的时间会久一点而已。同样的，还是这个人，他的天赋没有改变，但急功近利，被他人强行灌输了修为，虽然在短时间内修为大涨，可是他其实也注定要为此付出代价，这代价就是这辈子都无法踏入至尊境，甚至连九品尊者都无法达到。总之，灌输的修为越多，天赋的损失便越大，除非灌输修为的那个人实力非常的强横，否则这种损伤是不可避免的。正因如此，楚风才会如此担心，并且不由自主的开始运用天眼观察王强的身体。而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之后，
楚风则是大怒。透过天眼，楚风可以看到王强的身上满是伤痕，那伤痕之狰狞是经过无数次的撕裂与重铸才换来的。而通过这伤痕，楚风可以判断王强承受的痛苦绝对不只是肉身上的，就连灵魂也是遭受了折磨。是谁做的？可是那秦昆仑，楚风愤怒至极，连声音都在颤抖。以楚风对王强的了解，王强不会接受他人为自己灌输修为这种事，所以他已经是被迫的。自己的兄弟被迫遭受这等折磨，楚风难以忍受。兄弟，没事的，其实我就是走了捷径罢了，没有大碍的。你看我现在不就比你厉害了？哈哈！王强感觉到楚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伤痕，怕楚风担心的他裂开大嘴，哈哈大笑起来。所以真的是那个秦昆仑做的？楚风问道。秦昆仑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人。王强说道。不存在，那是血魔族族人找的是谁？而强行在你体内灌入修为的，到底又是谁？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谁做的？楚风问道。兄弟，你别急，没你想的那么可怕。王强说道。告诉我。此刻抓着王强逼问道。见楚风如此执着，没有办法的王强只得开口说出了4个字：是血魔尊，是血魔尊。听的这4个字，楚风内心一紧，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而经过王强的讲述，楚风也是知道了这个所谓的是血魔尊到底是何方神圣。是血魔尊是远古时期便存在的一个强大生灵，是真的非常强大的那种存在，否则也不可能远古修武者全部陨落之后，他却能够活到现在。那当年名震圣光天河的秦昆仑，在修武方面其实不过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罢了。只不过别看他修武方面资质平庸，但他的体质却是有些特殊，非常适合承载是血魔尊，因此他便被是血魔尊所选中，成为了是血魔尊的承载者，与是血魔尊融为一体。而秦昆仑后来能够得到那样的成就，靠的就是血魔尊，是血魔尊与其融合，且给予了秦昆仑那不凡的天赋以及惊人的力量。而秦昆仑名震天下的魔尊神体，其实便是血魔尊独有的力量罢了。秦昆仑当年虽然保持着自己的意识，并且也因为是血魔尊的帮助，成为了名震圣光天河的存在。虽然在是血魔尊的帮助下，秦昆仑得到了极大的收获，但却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成名没有多久，便因灵魂无法承受是血魔尊而变得非常的脆弱。是血魔尊知道秦昆仑的肉体无法继续承载他，便想方设法的寻找新的承载者。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是血魔尊得到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指引他来到虚空神树之中，让他到虚空神树内等待。那预言指引他，只要他耐心等待，终有一日会在虚空神树内遇到一个完美的承载者。所以是血魔尊便来到了这虚空神树之中，而名震圣光天河的秦昆仑也就此神秘的消失。是血魔尊在虚空神树内等了这么多年，一直在等待着那位完美的承载者。在这期间，他也遇到了是血魔族的第1代族长，并且传授了他是血魔功，所以才有了今日的是血魔族。所以是血魔族族长口中的秦昆仑大人，其实就是血魔尊。那完美的承载者是谁？该不会就是你吧？楚风看向王强，脸上的担忧之色越来越浓。本来不想承认，可是没办法，我知道瞒不过你，兄弟，我的确就是那个老东西所等待的完美承载者。王强说道。可恶！听到这里，楚风愤怒至极，气得身上青筋都爆了出来。先别急着动怒，若是这样你便动怒的话，那么我说出一件事，你一定会更加难以接受。王强说道。什么？楚风眉头皱得更重，感觉到事情似乎更不简单。我不但是那老东西的完美承载者，而你还要帮助我与那老东西融合。王强说道。不可能，我不可能做这件事。楚风说道。兄弟，你必须这样做。王强说道。王强，不要与他妥协，你相信我，我会尽我所能带你离开，绝对不会让你成为那所谓是血魔尊的承载者。楚风说道。兄弟，你真的先别这么激动，你先听我说完。王强说道。好，你说。楚风说道。你应该还记得我在百炼凡界觉醒的力量吧？王强问道。当然记得，你那力量可是非同小可。楚风说道。的确非同小可，我这天赐神力名为四凶神体，据那老东西说，天下间神体无数，但我体内这4凶神体却可排在第10位。王强说道。第10位是所有天赐神力中排在第10位。楚风问道。对，就是所有天赐神力中排在第10位。王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恍然想起他父亲楚轩辕。他父亲楚轩辕曾在偶然的机会下看到过天赐神力的排行榜，而清玄天的4项神体排在第3位。但楚风见识过王强那天赐神体的力量，非常强横，可以说是楚风目前为止楚风所见过最强横的天赐神力之一。可如此厉害的天赐神力，居然只是排在第10位，而自己的4项神体却排在第3位，这让楚风忍不住去想，4项神体真正的力量到底有多强大？但越是强横的神体，越是难以驾驭。这4凶神体更是如此，而我也能够感觉到这4凶神体的厉害，我根本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力量。王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更加感叹了。王强那样厉害的天赐神力都没有发挥出真正的力量，那4凶神体的真正力量绝对更加厉害，也侧面说明了他那4项身体的力量同样更加的非同小可。但最主要的是，我无法驾驭它，继续下去，我迟早会被它吞噬。虽然拥有这样的天赐神力令人羡慕，可唯有我清楚，这是一个慢性的致命毒药，除非我驯服它，否则迟早会被它毒死。王强说道。那可有破解之法？听到这里，楚风也是目露担忧之色。有，是血魔尊可以帮我。王强说道。他？楚风眉头皱起，听
听过王强先前的讲述之后，楚风已经对这是血魔尊有了极其不好的印象，觉得这就是一个剥夺他人灵魂、占据他人肉身的魔物。兄弟，是血魔尊没有你想的那么坏，他虽然将附魂于我的身上，但却不会压制我的意识。你看当年的秦昆仑，何时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就连最后来到这虚空神树，也不是血魔尊逼迫，而是秦昆仑自愿来的。毕竟，若是没有是血魔尊的帮助，秦昆仑只是一个平庸的小辈，所以对他而言，是血魔尊是他的恩人。虽说是血魔尊的力量的确强大的令人害怕，可也正因他太过强大，却也令人向往。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是血魔尊看成是一个世间难得的修炼珍品。他虽然需要承载者来存活，可承载者却也能够得到他的力量。我虽是他寻找的完美承载者，但若是能够成功与他融合，实际上真正获益的不是他，而是我呀。被他选中是我的运气，天大的好运气啊！所以兄弟，你不该为我担心，而是应该为我高兴才是。王强说道。听到王强一番话后，楚风也觉得不是没有道理。天上地下，亿万生灵，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生命。同样的，天赐神力也是拥有自己的生命。不仅仅是天赐神力，修武者得到的许多力量都拥有自己的生命，哪怕他们不言不语，潜伏于体内，可却也的确是有生命的。就比如盘于楚风丹田之内的9指雷霆巨兽，谁敢说他们不是生命体？再形象一点的，便是那个已经融入楚风血液的小女孩，她不仅拥有着超凡的智慧，更是拥有着毁天灭地的力量。她若是想的话，只是意念之间便可以让楚风飞灰烟灭。但她没有真的伤害楚风，反而是在考验楚风一番后，选择融入了楚风体内。其实那小女孩和是血魔尊有何区别呢？是血魔尊好歹还直接告诉了王强他的打算，并且会给予王强修炼上极大的帮助，但那小女孩却根本什么都不告诉楚风。楚风不知道小女孩的目的，只知道她很厉害。正常来说，如此厉害的存在与自己融合，楚风应该得到极大的帮助才是。可目前为止，楚风却没有感受到任何特殊的地方，可以说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自己之前的考验简直就是白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是血魔尊倒是比小女孩要靠谱得多。就如王强所说，其实能够成为是血魔尊的承载者，乃是一个天大的机遇。所以这样说来，强行灌输修为，导致身体受损，是你自愿的？楚风问道。当然是自愿的，我好歹也是界灵师，岂会不知道强行灌输修为会损害天赋这种事情？可兄弟，你是不知道那老东西的厉害，若是能够与他融合，强行灌输修为的那点损害根本不算什么，我得到的只会更多。所以你要帮我呀，不然就只能是血魔族那群废物帮我了。但他们哪有你靠谱？我信不过他们啊！王强说道。你早说啊，吓我一跳，差一点我就直接去找那是血魔尊拼命了。楚风冲着王强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他可没有开玩笑，先前的他是真的被王强吓坏了，也真的决定要凭借邪神剑的力量与那是血魔尊拼上一拼。但得知真相后，楚风也是明白，搞了半天是自己想多了，而这不怪楚风啊，要怪就怪王强。若不是他说话大喘气，楚风也不会想歪。嘿嘿，我不是磕巴，说话说不利索吗？王强笑嘻嘻地说道。楚风对王强翻了一个白眼。楚风对王强是了解的，他那里是因为说话说不利索，明明就是故意耍贱，想让楚风紧张一下。行了，兄弟，既然你是完美承载体，而我又能帮得上你的话，我一定会倾尽全力。楚风说道。那兄弟，我的未来可就靠你了。王强说完此话，又说道。对了，兄弟，怎么没看到我娘子啊？你现在与她有联系吗？王强问道。王强此话一出，楚风的脸色也是立刻有所变化，内心深处更是浓郁的歉意涌现而出。楚风自然知道王强所说的人是谁，自然便是当初与他们一同从百炼凡界来到这里的赵红。关于赵红，楚风不是没有找过，甚至费了不少心思，只是奈何一直都没有赵红的下落。怎么，他出事了？看楚风一脸为难的样子，王强也是有些慌了。倒是没有出事，只是你还记得你怎么来到这虚空神树内的吗？楚风问道。是我们一起从百炼凡界前往大千上界的时候，在那登天梯内，你不是被那诡异的漩涡卷走了吗？我后来也被卷走了，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里。王强说道。不仅我们是因那漩涡分开的，殷明朝和紫薰衣前辈以及赵红，我们都在那一次分开了。后来我倒是遇到了殷明朝和紫薰衣前辈，可是赵红一直没有下落，所以我也不知道赵红在何处，一直也没有找到他。楚风说道。那你是被漩涡卷到了什么地方？王强问道。我被卷入了远海神山之中，那是一个与虚空神树齐名的地方。楚风说道。那也是一个修炼圣地。王强问道。我停留的很短暂，是不是修炼圣地不知道，但那里的确不同寻常，应该有着不少宝物和机会吧？不过我并未久留。楚风说道。那殷明朝和紫薰衣前辈呢？王强追问道。殷明朝与紫薰衣前辈并没有分开，他们两个都被卷入了一个天地能量极为浓郁的山谷之中。听他们讲述，那个山谷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处修炼圣地。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不仅仅是我，而是我们4个人全都被卷入了修炼的好地方。王强说道。似乎的确是这样。楚风说道。这样来说的话，我娘子她多半也应该在某个修炼圣地修炼的吧？现在来看，当初我们遇到的漩涡根本就不是灾难，而是在帮助我们啊！王强变得兴奋起来。只是楚风看得出来，王强是在强颜欢笑，他其实还是非常担心赵红的，毕竟这么久没有音讯，怎么可能不担心？不过王强是怕楚风有负担，所以才这样说。真是抱歉了，兄弟。楚风满面歉意，好端端的道什么歉啊？是因为我娘子。别傻了，兄弟，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行了，别，
别扭扭捏捏的，像个娘们。我娘子她吉人自有天相，她一定没事的。王强说道。其实我也觉得她不会有事，毕竟我们3个人都从漩涡之中获益了，她没理由不获益。不过没找到她之前，总是有些不放心。楚风说道。其实不必刻意寻找，缘分到了，自然就遇见了。走吧，该开始办正事了。王强说话间，便再度抱住楚风的肩膀，带着楚风拔空而起，将楚风带回了先前楚风他们最先进入这方世界的地方。而此时是血魔族的族人依旧跪在地上，整整齐齐的，连跪的地方都未曾挪动半下，当真是一动都没动过。使者大人，您回来了。而见到王强回来，是血魔族族长更是赶忙开口说话，且语气之中不仅充满了谦卑，同时也对王强充满了敬意。行了，都起来吧。王强甩了甩袖子，那叫一个自然，就宛如是血魔族的这些人真的是他的手下一般。而是血魔族的众人也是在道谢势力之后才纷纷起身。看到这一幕，楚风都觉得王强可恶了，这家伙分明就是依仗着那是血魔尊在欺负人家是血魔族的族人，毕竟是血魔族的族人，又没做什么对不起王强的事。不过偏偏是血魔族的族人又对王强毕恭毕敬，这倒也看得出来，是血魔族对那秦昆仑是非常的忠诚的。楚风看得出来，他们是发自内心的敬畏秦昆仑，而不是因为想得到秦昆仑的传承才这个样子。不过他们还不知道，其实秦昆仑已经死了，他们真正忠诚的人乃是血魔尊。但是其实对于他们而言也不重要吧，毕竟从一开始传承他们力量的便是血魔尊，所以就算他们知道了真相，也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是血魔尊的忠诚度。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王强说道。使者大人请讲。是血魔族族长说道。你们是想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对吧？那你倒是给我一个理由，你们凭什么要秦昆仑大人给你们传承？王强问道。使者大人，您应该知道，是血魔族真正的创建者其实便是秦昆仑大人，而现在我是血魔族损失惨重，我们需要秦昆仑大人的指引。是血魔族族长说道。你们这么说倒也是有点道理，不过只是这样，怕是不行。能否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还需要看你们的本事才行。王强说完此话，将手依次指向了张岩峰、张诗睿、张博义3人。你们3个出来。王强说道。倘若说是血魔族之中有谁对王强很是不服气的话，想必只有张岩峰、张博义、张诗睿3个人了。但是没办法，他们也知道不能得罪王强，所以对于王强的命令他们不敢违抗，不仅不敢违抗，还要不断的对王强施以参拜的礼节。就你们3个这个德行，怎么看都不像是天选之子啊。王强用那小眼睛打量着张岩峰3人，猥琐的小眼神竟充满了鄙视。被王强如此羞辱，张诗睿面露不爽。可就在此时，一声咳嗽却是忽然响起。是血魔族族长，这简直是再明显不过的提醒，在提醒张诗睿不得无礼。张诗睿虽然向来霸道，可却也有惧怕的人，是血魔族族长便是他所惧怕的人。在是血魔族族长的提醒之后，张诗睿就算再看不惯王强，却也只能将自己心中的怒火给硬生生的压了下去。怎么不爽啊？对我的话有意义。而王强也绝对是一个超级大贱人，他明明知道张岩峰3人对他已经是非常的不爽了，可是他不但没有收敛，反而不断的刺激着他们3个。面对这样无耻的王强，张岩峰真的是气得咬牙切齿，可是却又不敢表现出来，反而要强颜欢笑的说道：我们不敢就好。你们3个听好了，你们是血魔族这些族人，能否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就看你们3个了。跟我来吧。王强说完此话，手握令牌对着虚空一指，那暗黑色的结界门便再度出现。兄弟，进来吧。王强对楚风说完此话，便踏入了那暗黑之门内。见状，楚风也是跟着走了进去，而张岩峰3人也是紧随其后。穿过这道暗黑之门，楚风等人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这是一个一眼望去便能发现是运用特殊手段而打造的空间。此时楚风、王强、张岩峰等5人都站在一座悬崖之上，悬崖下方乃是一座山谷，山谷的中心有着一片碧绿色的湖泊。这湖水，看到那碧绿色的湖泊，楚风神色一动，不仅仅是他，张岩峰3人的脸上也都是有了一些变化。他们都在那碧绿色的湖泊中感受到了虚空神树的气息，并且这气息非常的浓郁，比之前他们在虚空神树的时候所感受到的还要浓郁数倍不止。不只是湖泊，下面的山谷面积很大，湖泊只是占据了山谷中心区域的很小的面积，不足山谷的1成，剩下的9成面积布满了一座座石柱。那石柱大小不一，大的高达100米，而最小的不过1米有余。可这石柱的样子却是一样的，上面刻满了复杂的纹路和符咒。别看那石柱看上去平平，可那上面的符咒却是复杂到连楚风都看不懂，并且那些石柱的排列看似杂乱无章，实则极为讲究。那是一座阵法，非常复杂的阵法。若是其他人来看，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在楚风眼中却能看出这阵法的厉害。至少这是目前的楚风所无法布置得出的阵法，不是时间长短问题，而是根本就布置不出来。就算给楚风几万年的时间，也布置不出来，除非楚风的戒灵之术达到那个层次才行。看来准备很充分啊。楚风觉得，无论是那湖水还是那石阵，其实都是接下来帮助王强和是血魔尊的，的确充分。为了这一天，那老东西可没少费心思。王强说道：“准备充分吗？怎么除了那湖水，看不出什么特殊？”然而，相比于楚风，张诗睿则是有些失望。这也不怪他，毕竟他根本就看不出那阵法的厉害。你们看看，什么看？还不快点干活！去下面激活那阵法！王强对张岩峰3人说道：“激活阵法。”
怎么激活？张岩峰问道。怎么激活阵法都不会，你们没长脑子啊？就你们这点水平，还是天选之子？我看你们是狗屁之子！王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训斥张岩峰三人，就跟训斥儿女一样，毫不留情。你这个人是没长脑子吗？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好吗？你又不说清楚，我们怎么知道如何激动阵法呀？要是我们什么都知道，还要你来干嘛？张诗睿终于忍受不住王强的欺凌，他爆发了，且气势极凶。你这小丫头，倒是长本事了，敢顶撞本小爷了。王强也是有些意外，没想到张诗睿胆子这么大，竟然敢骂他。顶撞你怎么了？还不让人说实话了？你看看你，长得丑也就算了，说话还磕磕巴巴的，你发育都没发育完全，你还出来当使者，你好意思吗你？张诗睿指着王强就是一顿臭骂。你什么？你这世界的天地能量这么珍贵，你这种智障也来吸收，你这根本就是犯罪！我求求你了，给我们正常人一条活路好吗？你这种智障就不该活着呀！我要是你，我早就找个屎坑跳进去淹死自己了，怎么好意思活在这个世界上，浪费其他修武者的资源？王强还想反驳，但是张诗睿的嘴实在太快了，王强就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被张诗睿骂的连还嘴的余地都是没有。妈的，你这是逼老子！猛然间，王强一声怒喝响起，紧接着他的威压便释放而出。虽然他那威压并没有去压制张诗睿，可是毕竟是尊者巅峰的威压，仅次于至尊的力量。当其威压释放而出后，这方天地的空气都受到了影响。感受到王强那强大的力量后，张诗睿也是愣住了。他其实也不傻，只是脾气大，刚才没忍住，才痛骂王强的。但是王强这威压却是让他有些清醒了。不管怎么说，王强都是尊者巅峰，而现在是血魔族族长又没在，王强若真的对他如何，他还真是没有办法。但人就是越怕什么，便越来什么。何况王强的无耻，张诗睿还并不了解。小丫头片子，这把你牛逼的，敢骂本小爷了，不给你点教训，你怕是不知道本小爷的厉害。来，你有本事再骂我一句试试，信不信？我现在就当着你两个哥哥面把你给睡了。王强当真无耻，其实他没有生气，但他却装得很生气，而且装得非常的真。重要的是，这一脸严肃的王强还真的把那无法无天的张诗睿给吓住了呀！忽然，张诗睿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尖叫，原来是王强。此时此刻的王强竟然开始当着张诗睿的面脱自己的衣服了。使者大人，我错了。这可把张诗睿吓坏了，先前还理直气壮，恨不得骂得王强生活不能自理的他，此时不仅吓得小脸煞白，赶忙便转过身去，甚至跑了老远，生怕王强真的对他如何。使者大人，我妹妹年龄小，您千万别和她计较。对，她脑子有点问题，你千万别和她计较。见状，张博义和张岩峰都是赶忙跑过来劝王强。不只是张诗睿害怕呀，他们也害怕呀。毕竟王强看上去的确不像好人，万一真的对他妹妹做什么，他们也没有办法呀。见到这一幕，楚风则是忍不住笑出声了。张岩峰他们不了解王强，但是楚风了解啊。王强无耻归无耻，但还是有底线的，绝对不会做出伤害张诗睿的事。眼前王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戏弄张岩峰等人罢了。好了，别难为他们了，直接说怎么做吧。楚风说道。既然我兄弟替你们求情了，那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你们了。楚风开口后，王强说道：“你先把衣服穿上行吗？”看那已经把自己脱光的王强，楚风忍不住说道：“哇，不好意思，我威武雄壮的身躯让你自卑了。”王强不仅没有穿上衣服，反而摆出了一个霸气的动作。想多了吧，你的金针菇怕是只会让蚂蚁自卑。楚风说道。靠！王强本来还有些不服，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之后，顿时老脸一红，赶忙穿上了自己的衣服。你们到山谷中去，向石柱内灌输你们的武力以及精神力，全部灌满为止。不许偷懒！你们是血魔族，能不能得到秦昆仑大人的传承，可就靠你们了。抓紧时间，赶紧去吧！王强指着下方山谷内那些石柱说道。遵命。而张岩峰和张博义二人也不犹豫，对王强施礼之后，便拉着那躲在远处的张诗睿一同跃下了山谷之中。看他们张岩峰三人明明在做着工作，但竟然有着一种解脱的感觉。楚风恍然明白，也许对他们来说，远离王强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吧。毕竟王强的确是有些烦人。而当他们三人按照王强的提示开始向那些石柱内灌输力量之后，楚风也是注意到，随着他们的力量灌输入石柱之后，石柱上面的符咒便散发出淡淡的光芒，并且随着力量灌输的越来越多，那光芒也是越来越强。原本寻常的石柱立刻变得不再寻常，甚至看上去还格外的神圣。不过楚风在意的仍是那散发着虚空神术气息的湖泊。兄弟，那湖水是吸取了虚空神术的力量吧？楚风问道。不愧是我王强的兄弟，你真是太聪明了，什么都瞒不过你。王强一脸惊讶地看着楚风，而楚风则是倍感无奈，这是个人都能感受得到好吧？嘿嘿，那的确是从虚空神术内吸取来的力量，是老东西花费了足足2万年的时间才凝聚而成的，包括那些石头也都是那个老东西精心准备的。王强说道。其实我有些疑问，按理来说2万年前秦昆仑就已经死了，是血魔尊就失去了承载者，那么他又是活到现在的？楚风问道。你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正常来说没有承载者，老东西的确难以存活，不过老东西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有他的方法，只不过具体是什么方法我也不清楚，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这个方法只能让他活下来，力量会受到限制，并且目前来看他已经到了极限了，这一次他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他就真的要死了。王强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说话间便走到悬崖边上。兄弟，你
你要干嘛？王强问道。我去帮他们，我也加入的话，速度应该会快一点。楚风自认为，无论是武力还是精神力，都比张岩峰3个人强，所以若是他也向石像内灌输力量的话，速度应该会快一点。兄弟，你还是坐着吧，那石像只有他们3个可以灌输力量，因为那就是为他们3个准备的。王强说道。为他们3个准备的。楚风的眼中涌现出了好奇之色。怎么回事？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他们3个是天选之子吗？你难道就不好奇，为何是血魔族的族人修炼了是血魔功之后，身体都会产生变化？可他们3个就没有变化吗？王强问道。难道他们3个真的很特殊？楚风问道。何止是很特殊啊，他们3个真的是天选之子，是当年老东西得到预言之中的一部分。不仅仅是他们3个，包括当年传授那人是血魔功，让其建立是血魔族，都是预言的一部分，都是血魔尊早就准备好的。王强说道。难道说我也是预言的一部分？楚风问道。不，你是一个意外，不过那老东西也看中了你的本事，所以才会将你留下，希望你能帮我与他融合。王强说道。那等一下我要如何做？楚风问道。等他们3个人将石阵激活之后，你们4个都要进入神树之力汇集而成的湖泊之中，你们要想办法与湖水融合，只有与湖水融合之后，才能掌握它的力量。掌握力量之后，你们就将湖水内的全部力量引导进入那老东西的体内就可以了。王强说道。就这样？那你呢？不是说帮你们2个融合吗？楚风眉头微皱，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的地方。我其实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经过那老东西的调理，现在的我已经是最佳状态，现在差的就是那老东西了。现在的他很虚弱，但只要能够将湖水的力量融入他的身体，他便可以恢复到巅峰状态，那个时候再与我融合，便是完美的融合。王强说道。所以我们只是帮他恢复到巅峰状态，最后的融合还是靠你们自己。楚风问道。是这样的。王强点了点头。好。楚风也是点了点头。表面上楚风是妥协了，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在楚风点头的同时，他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对王强问道。兄弟，问你一个问题，你真的信得过那是血魔尊吗？楚风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楚风怕王强被利用，毕竟接下来做的事情根本就看不到王强所获得的好处。可倘若接下来的事情做成了，那是血魔尊却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简单的说，他们接下来做的是帮助是血魔尊，而并不是直接帮助到王强。说实话，我对他也不是完全信任，可我已经没有选择了，只能选择相信他。王强也是以暗中传音的方式回道。压制你那天赐神力，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非要与他融合？楚风仍然很不信任那个是血魔尊，若非要说的话，应该是预感。楚风觉得那是血魔尊很危险。兄弟，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富贵险中求，若这点风险都不敢冒，我也就别做修武者了。王强说道。倒也是。楚风不可否认，王强说的很有道理，并且这个道理楚风其实比谁都了解，这也是楚风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观点。若不是敢冒风险，敢拼命，楚风也不可能走到今天。不过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楚风自己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冒险，但是当自己的朋友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楚风却会忍不住担心。别想那么多了，你就相信兄弟我的本事吧。王强拍着楚风的肩膀说道。楚风点了点头。王强既然已经决定，哪怕楚风心中仍有疑虑，但却也只能选择支持。这便是兄弟。对了，我听那老东西说，那湖泊之中蕴藏着浓郁的天地能量，而在你与它融合的时候，是可以领悟得到的。尽管那天地能量和修武之道不是特别深奥，但那老东西说，对于你这种修为还是有着一定帮助的。所以兄弟，这个忙其实也不是白要你帮的，你此次下去，只要能够成功融合，修为多半就能突破。所以融合的时候，记得好好感悟周遭的天地能量。王强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倒是颇感意外。此次进入虚空神树，楚风可是经历了不小的考验。尽管那强大的小女孩融入了自己的身体，而珍贵的神树种子也被收入了自己的丹田，可目前为止，楚风都没有感受到对自己的修为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小女孩不说了，本来她就是一个不可控的存在，只要她不难为自己就好了。楚风真的不奢望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好处，但那神树种子明明是修炼珍宝，但奈何楚风却无法将其炼化。要是从增强修为的角度来看，楚风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毫无收获。倘若那进入那湖泊之中，真的能够有机会突破修为的话，那么楚风倒也算不枉此行了。接下来，楚风便只能耐心的等待着张岩峰3人将那座大阵激活。当最后一根石柱被灌输力量之后，整个山谷都开始颤动起来，紧接着那些石柱上的光芒便开始化作光柱，道道相连，形成了一座磅礴的大阵。阵法形成之际，那原本平静的湖泊就像是被唤醒了一般，竟然随之沸腾。不过虽然大阵被激活了，但是张岩峰等3人脸色可是很不好看，不仅仅是脸色，他们整个人都有些虚弱。看得出来，激活这座大阵，他们3人可谓是耗费了不少体力。可以了，原本坐着的王强站起身来，看向下方的张岩峰3人。忽然，王强手臂一扬，便有3颗丹药飞向张岩峰3人。服下丹药，运入丹田，可还你们的状态。王强说道。听得王强的话后，张岩峰3人也是纷纷照做。起初可能还有疑虑，可当丹药入体之后，竟发现丹药真的具有奇效。不过短短半个时辰，3人的脸色就都变得红润起来，甚至3人的精气神比进入山谷之前都还要好了不少。多谢使者大人。此时张岩峰3人站起身来，向王强道谢。不管之前他们有多厌恶楚风，至少此时的道谢早有了几分真心。别谢我，
这是血魔尊给你们准备的。王强说道。是血魔尊。听得这4个字，张岩峰3人的脸上都是涌现出了复杂之色，那个模样就跟楚风第一次听到是血魔尊这个字的时候一样，既陌生又熟悉。有一件事，现在也应该让你们知道了。其实秦昆仑大人根本就不存在。王强说道。不存在？你这是什么意思？而听到王强的话后，张岩峰3人可就有些急了。毕竟他们费尽千辛万苦进入此处，为的可不是进入神之大殿修炼，为的是能够见到秦昆仑。别慌，你听本使者慢慢与你们说。王强笑了笑，随后便将是血魔尊与秦昆仑的事情告诉了张岩峰3人。得知此事之后，张岩峰3人不仅没有失落，反而越加兴奋了。毕竟对于他们来说，秦昆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传承给他们力量的人，而这个人只要还在就好。何况秦昆仑只是承载者，是血魔尊才是力量的源泉。当他们得知原来传承他们力量的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之后，自然也就更加兴奋了。而王强不仅仅告诉了他们关于秦昆仑和是血魔尊的事，也告诉了他们进入那湖泊之中该如何做，同样告诉了他们与湖泊内那虚空神树的力量融合的时候，若用心感应，是有机会突破修为的。从这一点来说，王强还算是厚道的，至少把湖泊内的好处告诉了张岩峰3人。